韩国有一个儿少性侵的累犯曾经在出狱短短4个月内接连的性侵10几个未成年少女。2022年底，他即将再度刑满出狱的时候，韩国社会非常的恐慌，检方更是罕见的请求法院判处化学去世。当代社会居然还有阉割的刑罚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化学去世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去世也就是俗称的阉割，是指一种让人类或动物的生殖器丧失生殖功能的手段。在人类的历史里面，阉割的做法并不罕见。在古代为了彰显主人的地位阶级，战俘还有奴隶可能会被阉割。像是古代的中国、日本、朝鲜、越南，还有古希腊、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等等，对于要进入宫廷服务的宦官也都有阉割的制度。当然，阉割也可能会被当作是一种刑罚，比如中国一直到清朝都还有俗称宫刑的制度。而其他例子像是为了保持高亢的歌声，欧洲还有所谓的阉人歌手。另外，有些人也可能为了宗教苦行而阉割。不过，因为医学的限制早期阉割主要是用物理切除的方式来进行，不只有安全上面的风险，还被批评违反人道主义，所以这些阉割的做法也逐渐的走入历史。后来，随着科学发展，只要透过服用或施打药物就能够达到阉割目的的化学去世，逐渐发展成为医学上面一种稳定的治疗手段，也让不少国家考虑在重大性犯罪的处遇当中引入化学去世的制度。那么今天的影片就要来聊聊什么是化学去世，把它用在性犯罪当中又有什么样子的优缺点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苦口婆心，往往输给了灰心？想要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但在茫茫的童书海当中，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芒果有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价值观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而且每本都能够让你向试阅，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官网更有最划算的折扣，最低6折起结账，输入77推荐还有再9折，让芒果陪伴你的育儿之路，一起充满信心，快乐学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化学去世在医学上面的正式名称叫做雄性素去除疗法，它属于荷尔蒙治疗的一种，透过抗雄性药物减少雄性荷尔蒙的生理反应，达到类似外科去世的效果。不过由于保留了性器官，而且药物的化学机制具有可逆性，所以只要停药之后，人体就会慢慢的恢复正常。在临床上面，这个疗法可以应用在治疗射物腺癌射物腺肥大、秃头等等的症状。因为它有丧失性孕、勃起障碍或是射精困难等等的副作用，所以也被应用到了其他的方面。举例来说，在同性恋还被误解为疾病的年代，它就曾经被当作治疗同性恋者的手段。像是知名的电脑之父艾伦·图灵就曾经被强迫接受化学去世。除此之外因为化学去世也会造成性功能障碍，所以有的国家就把它应用到了性犯罪的处罚上面，想要让罪犯的性欲降低，借此减少他们的犯罪冲动。虽然有不少的国家现在都还会对性侵害罪犯处以化学去世，但各国之间的制度又都不太一样。以韩国的规定来说，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法官在量刑的时候，除了监禁之外，还可能连带要求罪犯在出狱后的15年内强势的进行化学去世。而在美国，大约有10个州有化学去世的规定。比较特别的是，在他们的制度当中化学去世常常被当作是假释的条件。也就是说，受刑人可以选择用化学去世当成代价来交换自由，而有不少受刑人也确实会这样子选择。那至于泰国的法案则是让性侵犯可以经过医师评估之后接受化学阉割来换取减刑。另外，其他也有化学去世相关制度的国家，还包含了德国加拿大、印尼、波兰、捷克、哈萨克等等。那在我们台湾的部分虽然以前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提议不过因为有不少的争议，所以并没有成功修法。所以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些争议的声音是怎么说的。首先是有关成效的问题虽然化学阉割感觉上应该很有用，但有研究指出，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实证数据证实化学去世可以有效的降低性犯罪。学者指出，性犯罪的成因很复杂，对于像是恋童癖这类生理驱动犯罪的情况，理论上面化学去世确实会有效，但如果犯罪者是受到心理或是社会因素驱使的话，效果就有待商榷了。举例来说，属于权力型的罪犯在犯案的过程当中，追求的可能并不是高潮的性愉悦，而是掌控别人的快感。那如果是愤怒型的罪犯，则是会透过性侵来发泄自己的怒气。所以就算你阉割了这些人让他们无法勃起，他还是可能会用手指或其他的工具来犯罪。
除此之外呢，反对者也从执行面的角度质疑化学去世的制度。他们认为，接受化学去世的人需要每年到医院报到处理，但这个费用呢，每年每人都要花10多万台币，只要由罪犯来承担，应该不太可能。但如果要政府支应，又会造成不小的负担。而且反对者也担心，本质上化学去世也是一种专业的医疗行为，如果由法官来决定，那对于药品的选择啊、剂量、副作用，乃至于出现副作用后是否要停药、后续怎么治疗等等，都会延伸出人权啊，还有伦理的争议。那这个部分讨论呢，又会牵涉到下一个战场，这到底是在治疗还是在惩罚？从法律概念来看呢，化学去世应该被视为一种治疗的手段，因为犯罪者愿意接受这个治疗，所以他能够换取缓刑。但根据研究，作为治疗用途的化学去世，副作用除了性功能障碍之外呢，还有骨质疏松啊，然后视觉神经萎缩啊、乳房发育等等的问题。而这些副作用呢，都可能让犯人的健康跟社交生活遭遇的困难，导致他们没有办法顺利的复归社会，进而引发忧郁症，或是回头继续犯罪，反而对社会造成负担。还有律师指出，化学去世是通过调整荷尔蒙来降低人的性冲动，影响心理的想法与欲望。但是思想自由是宪法保障的最高权利，如果法律允许政府这么做，会有人权侵犯以及国家权力过大的隐忧。所以律师认为长远来说，这对于法治国家的发展并不健康。因此，批评者觉得，在成效不明，而且呢可能会对个人还有社会造成危害的情况之下，贸然的实施化学去世制度，与其说是一种治疗，更不如说是一种惩罚。那虽然这样子的做法大快人心但是可能会把社会对于犯罪问题的关注都聚焦到了犯人身上，反而忽略了对于政府的政策或整个社会制度的检讨。但是如果不采取化学去世，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减少性犯罪的再犯率呢？这个部分可能可以从预防还有治疗2大面向切入讨论。在预防的方面，主要就是靠各种外部控制的机制来吓阻再犯。以台湾来说，根据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侵犯呢被假释之后，会有专责的关护人来执行所谓的保护管束。犯人被保护管束的时候，关护人呢会定期的约谈他，而在约谈的时候，也可能会搭配测谎。根据第一线关护人的说法，访谈内容呢可能会细微到询问个案解决性需求的方式，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会禁止个案看 A 片。那如果个案疑似吸毒，也可以要求验尿。那如果是有尾随啊、下药或是对未成年犯罪前科的高度监控对象，还可能呢采用电子脚镣全天候监控，并且搭配电子围篱，或要求宵禁，限制个案不能够接近学校或公园，或是不能够在晚上离开住所。根据过去的研究，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呢，性侵犯的再犯率已经明显的有比其他类别的犯罪还要低了。那至于治疗的部分目前各国呢大多采取认知行为疗法，透过团体或是个案治疗，改变患者偏差的认知，训练他们情绪调节跟同理的能力，来减低再犯的动机。那台湾也不例外，而且采行的呢是大范围的强制治疗制度，几乎各种类型的性犯罪者都必须要接受治疗。每年也会有检察官关护人、心理师、社工师、医师、卫生局官员等人一起评估个案的治疗成果。如果经过治疗，但个案超过4年还是不能够通过，那他还是有可能会被送回监狱，进行更高强度的刑后治疗。不过这样子的治疗机制呢，在实际执行上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有专家就指出，因为性犯罪的假释审查呢比较严格，通常关到刑期快满了才会假释，导致犯人呢真的有被保护管束的时间其实很短。那因为保护管束的时间不够长反而会让治疗的效果受到影响。除此之外呢，心理治疗的前提是患者要全心配合，虽然实施强制治疗，但是对于心理抗拒的患者，疗效也会大打折扣。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黄标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觉得针对性侵犯的化学去世制度呢，是一种涵盖法律、医学与伦理的复杂议题。就直觉来说，我相信呢，大部分的人都非常同意，犯罪本来就应该要受罚，尤其有性犯罪者呢，往往让人特别的愤怒。所以，就算化学阉割之后有一堆的副作用，那大家多半也会觉得它是罪有应得。不过，考量到科学实证不足以及可能造成的个人与社会问题，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包含台湾在内的许多国家对于这个制度的推行还是有点保守。
另外，虽然这个做法非常的大快人心，但不可否认的，它针对的只是犯罪者，不一定有办法涵盖到比较结构性的问题。有精神科医师呢就说过，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性犯罪者的普遍共通点不是有精神疾病，而是在早期的生命历程里面都有很不好的经验。这些人可能来自破碎的家庭，从小就被抛弃或暴力虐待，甚至有性创伤的经验，在求学阶段被同学霸凌排挤，出了社会也很难拥有稳定的收入，种种不顺之下呢，逐渐的被边缘，最后走上犯罪的歧途。所以换个角度来看，除了讨论犯罪发生之后要怎么处理，我们认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如果能够拉到源头，一起督促国家制度从犯罪预防和社会支持的角度，或许更有机会减少不幸的发生吧。好的，那最后呢，想来问问大家，你支持对于性犯罪者实施化学阉割吗？支持哦，就算有处罚的性质，这也是加害人罪有应得的结果。B 不支持，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对于整个社会的帮助不大，甚至可能有反效果。C 没有特别意见，我们比较在乎该怎么样预防性犯罪的发生。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关注化学阉割的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跟骚法和台湾 Me Too 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Surprise！ 祝大家龙心大喜，新年迎新机最高值2000元，多点财神器送哈密 Point18000点，好运人人有，上网量加码送哦！走春最 lucky， 国际漫游畅享天天价，中华有心，龙心大喜，龙心为奖励，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